自从上周六开始，俄军对乌克兰全境实施多轮大规模导弹打击，其中最让人关注的是，俄空天军出动6架图 22M3 逆火战略轰炸机，从白俄罗斯境内起飞，对基辅、苏梅和切尔尼戈夫州的地面目标发射12枚 Kh-22巡航导弹。外界注意到，这是俄军近来首次从白俄罗斯发射此类导弹。俄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上周举行会晤，也对外释放了明确且清晰的核威慑信号。普京在会谈中表示，美国在欧洲6个北约成员国境内部署有200枚战术核弹头，北约配备了257架战机用于搭载这些核弹头。卢卡申科请求普京提供协助，就北约携带核武器的军机在白俄罗斯边境附近飞行做出对等回应。卢卡申科强调，我们需要做好万全准备，哪怕会动用威力最大的武器，也必须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个人觉得，在动用核武器方面，美国和俄罗斯都是非常慎重的，他们有比较完善的这个机制，还有呢冷战时期积累的经验，那么不太轻易会把这个战争升级到核战争那一步。那么至于白俄罗斯想获得核武器，这个我觉得在短时期内，在危机不升级的情况下，普京可能还是会慎重对待这件事情。白俄罗斯提出动用威力最大的武器的要求，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美国动力网站称，虽然普京表示目前尚无必要对北约在白俄罗斯附近上空进行载弹训练飞行做出镜像式回应，但俄罗斯将在未来几个月向白俄罗斯移交具备核能力的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报道特意强调，这意味着白俄罗斯可能重新获得核能力。据称，苏联解体后，白俄罗斯曾继承了81枚白杨公路机动洲际导弹和数量不详的战术核武器。根据协议，白俄罗斯于1993年5月前将所有战术核武器转交给俄罗斯，并在1996年11月之前将洲际导弹配备的核弹头也归还给俄罗斯，从而实现本国的无核化。据介绍，伊斯坎德尔 M 是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的最新型号之一，它的最大射程超过500公里，可以携带高达680公斤的有效载荷，包括高爆弹头、集束弹药、燃料空气弹头、钻地弹以及核弹头等。具有核常兼备、高度灵活性、隐蔽性和适应性，是俄军重要的现代化装备，用于反制美国和北约实施的欧洲导弹防御系统，也是俄对美、北约进行核威慑的重要利器。动力网站称，早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俄军就将伊斯坎德尔导弹部署到白俄罗斯境内，并多次从该国对乌克兰目标实施打击。英国广播公司注意到，随着俄军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持续，尽管俄军在东部顿巴斯战场相继取得重要进展，但俄军从白俄罗斯甚至俄白组成联军开辟第二战线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如果俄白对乌克兰北部发起攻击，在乌军将重兵部署在顿巴斯地区的情况下，乌战场态势可能将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白俄罗斯一直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允许俄军从本国境内对乌克兰发起攻击，为俄军充当后勤中心，但未派兵实质卷入俄乌冲突。不过，近期以来，白俄罗斯接连做出一连串敏感的军事部署。白俄罗斯政府宣布成立南方作战司令部，并将该国武装力量从目前的6.5万人扩大到8万人。5月初，白俄罗斯突然对全军进行战备突查，6月开始举行军事演习，演练从和平时期向战时阶段的过渡。6月22号至7月16号，白俄罗斯还在东南部靠近乌克兰的戈梅利州举行军事动员演习。这一系列举动都被视为白俄罗斯准备军事涉入乌克兰战场。俄罗斯军队发起的第一波攻击，2月24号发起的对基辅的攻击，就是从白俄罗斯领土上出发的。那么白俄罗斯也向俄罗斯提供了包括情报、包括这个后勤的支援，所以呢，这其实已经构成一种实质性的卷入，但是他唯一的没有做的就是派兵。那么对俄罗斯这样一个军事大国来说，白俄罗斯派不派兵对他的帮助并不是很大，这个呢，主要是一种外交上、政治上的一种考虑。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近期俄轰炸机开始从白俄罗斯空袭乌克兰，那么您认为这是白俄罗斯参战的信号吗？
这确实是一种冲突升级的信号，但白俄罗斯直接出兵的可能性不大。首先，它时机已逝；二呢，俄白利益未必完全一致。先看第一点，既然白军在2月24号俄罗斯4大集团军夹击基辅之际都没有出动，现在出兵更像是马后炮，无补于战局。因为乌克兰已经实现总动员，西方援助和北约军事策应都基本到位，白军出兵势必让自己和北约的波兰、立陶宛处于战争状态，而他的实力呢又远远弱于北约。当前，俄军奉行东打西炸的策略，集中地面部队解决顿巴斯当面的乌军重兵集团，同时借道白俄罗斯猛炸西乌克兰的后方仓库，尤其重点打击铁路枢纽，阻止北约军援武器抵达顿巴斯前线。白俄罗斯在对俄结盟的形势下，只能做到开放天空这一步。第二呢，受去年西方颜色革命逼宫的危机之后，白总统卢卡申科确实向俄罗斯靠近了不少，包括允许俄军常驻境内，但防止被动卷入俄乌冲突仍是一条底线，除非战局到了乌克兰或者俄罗斯摇摇欲坠的时候，他才会在形势明朗后选边站队。卢卡申科3年前曾说过，对白俄罗斯而言，最重要的是在莫斯科和基辅在政治和外交里保持平衡，无论形势怎么发展，我们都不会介入这场冲突。白俄罗斯的现在和未来都奉行防御性战略，我们不会进攻任何国家。政治强人卢卡申科很明白，深化俄白关系是实用主义选择，但保证白俄罗斯的主权独立永远是不破的底线。这就要求他必须在俄乌冲突中保持某种超然态度。